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RSA 加密演算法。那 RSA 呢，它就是一个非对称性加密的演算法。它是在1977年由 Rivest、Shemy 以及 Edelman 他们，就 R 是 Rivest，S 是 Shemy， 然后 A 是 Edelman 那所开发的。那 RSA 呢，就取名来自他们3个人的名字。RSA 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非对称性加密演算法。那它能够抵抗到目前为止已知所有的密码攻击，已被 ISO 推荐为公钥数据加密的标准。那 RSA 演算法是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将2个大的整数相乘其实很容易，但反过来想要对其乘积来进行因数分解，其实很困难。所以呢，可以将你的乘积公开作为加密的金钥。那我们介绍一下 RSA 加密的演算法。首先你要有2个质数，当然是很大的质数 P 跟 Q， 它 P 跟 Q 都是质数。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 phi n，phi n 呢，它基本上是因为我 n 跟 n 是等于 P 乘 Q 啦，那 P 跟 Q 都是质数。然后呢 phi n 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它是括号 P 减1乘上括号的 Q 减1。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 key， 它跟 phi n 是互质的。那我们可以拿 1跟 n 来作为 public key， 就是1跟 n， 那是你的公开金钥。那你加密的演算法呢，就是说，假设你的明文是 m， 那我们刚才讲过1跟 n 呢是你的公开的 public key， 那你的明文的加密呢，就是 m 的1次方mod n， 得到一个密文 c， 就是 m 的1次方 mod n， 然后得到你的密文 c。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private key， 你的私钥 d，d 呢，它 d 乘1呢必须跟 phi n 同于1，它们同于1，那这是 d 的前提。然后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private key 来做解密。解密呢，就是 c 的 d 次方 mod n 呢，你可以推回来 m。等一下我会举个例子来做说明，为什么这样运作是 OK 的。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讲过 n 等于 P 乘 Q，P 跟 Q 都是很质数，很大的质数。那然后呢，我们导出 phi n， 然后导出1，导出 d。那这样都导出来之后呢，我们拿 1n 来做 public key， 拿 d 来做 private key。其实呢，在 n 导出来之后呢，其实 P 跟 Q 呢就不需要了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把 P 跟 Q 给删除。那 RSA 演算法我们举个例子来做说明。假设 P 等于3 Q 等于11，那3跟11都是质数。那 n 呢是等于 P 乘 Q，所以呢3乘11得到33。然后 phi n 呢是括号3减1乘上括号11减1，是20。那我们可以选择1，那1的值为3，那1的值为3呢，基本上我们让1等于3 n 等于33，就作为我们的 public key。那1为什么可以选择为3？因为3跟 phi n 20是互质啦那我们让1等于3，所以呢，我们让1等于3 n 等于33作为我们的 public key。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可以选择 d。那 d 的这个 private key 它条件是 d 乘1 mod phi n 呢，基本上呢要同于1啦就是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令 d 等于7因为7乘3是21那 phi n 是20那基本上呢，那它们是同于1啦那我们拿 d 来做你的那个 private key， 那基本上呢，在得到 d 1还有 n 之后，我们其实就不需要 P 跟 Q 了。那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那个加解密的过程。假设你的明文是 m， 然后 m 等于15，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m 等于15的时候呢，
那我们拿 public key 1等于3 n 等于33来做加密，好，然后呢加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因为 m 的1次方 mod n 呢会得到 c 就是你的密文，那15的3次方 mod 33等于9，好，那你的密文c 呢等于9，好，然后呢经过传输之后，对方收到之后可以用你的 private key， private key 的 d 呢 d 等于7来做那个解密，然后解密呢基本上呢是 c 的 d 次方 mod n 可以得到原来的明文 m， 那9的7次方 mod 33等于15，所以呢你就得到原来的明文m 等于15，所以这就是 RSA 演算法它的运作，它透过非对称性的加密的方式然后来做资料传输，那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传输方式那在 RSA 演算法里面，其实有一些数学，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那其中有一些原理的证明，同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相关的原理的证明。那我们这里只是跟大家提一下一些相关会用到的一些原理首先是同余的概念那我们比如说 A 跟 B 同余就是3条线这个符号基本上呢就是那个 A 跟 B 同余mod m 它mod 除以 m 之后呢，它们是有相同的余数比如说17跟52算同余，因为它们同余7啦因为呢17呢除以7呢是等于2余3那52除以7呢是等于7余3，它们基本上都有相同的余数是3，这是同余的概念。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个 find 的函数那find这个函数呢基本上就是它是一个尤拉托人的function那就是 find 呢是等于括号 p 减1乘括号 q 减1那就是基本上呢如果 p 跟 q 都是质数的话那它 find 呢就等于括号 p 减1乘 q 减1。那有这个 find 之后呢，基本上呢有尤拉费曼定理就是说如果 a 跟 n 的 GCD 等于1的话那基本上 a 的 phi n 次方它基本上跟1是同余的就是在 mod n 的情况下它是同余的这是尤拉费曼定理然后另外呢还有费曼小定理就是如果 p 是余数，而且 a 呢不是 p 的倍数那么 a 的 p 减1次方 mod p 呢会同于1那我们举个例子做说明2的3次方mod 4那它基本上呢是同于1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是费曼小定理。那以上呢是 RSA 演算法它的一些相关的用到的数学原理那我想这些同学如果有兴趣那同学可以去看相关的定理证明那当然在运用上，其实大家只要知道怎么样去找 public key 跟 private key 那就可以实现这个 RSA 演算法。那 RSA 数位签章呢，它基本上它的特性就是使用非对称性的加密，可以确保公私钥无法互相推算，是一个反向使用公开金钥的一种应用也就是用私钥来加密，用公钥来解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 RSA 数位签章的架构。这个架构目的是要确保资料从 A 传到 B 然后这个资料传送过程中资料没有被篡改就资料的安全性那 A 有一个资料传送给 B 那 A 呢它可以用一个 hash function 然后产生一个杂凑值，然后 A 呢再用它自己的私钥予以加密产生一个签章，然后呢将它的资料以及签章同时传送给 B 然后呢 B 拿到了这个资料以及签章之后呢，它可以将签章呢用对方就 A 的公钥予以解密得到一个杂凑值，然后也同时呢将它得到资料呢再透过 hash function 也得到一个杂凑值，然后用公钥解密得到杂凑值以及资料呢经过 hash function 得到杂凑值呢我们可以予以比对，如果两者相同，代表资料传送的过程中并没有被篡改那是正确的资料。那如果呢比对不同那想必资料是有被篡改
那这是 RSA 数位签章的架构，它就透过公司钥，就是非对称性的传输以及 hash 方选来达到它的安全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RSA 的演算法，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同学应该可以知道 RSA 演算法的安全性。谢谢大家。